火了大半年，短剧还在向前狂奔。在国内短剧市场越来越卷的情况下，大家逐渐开始瞄准海外市场。据报告显示，2024年2月底已有40多款短剧应用试水海外市场，内共收入达1.7亿美元，其中头部短剧应用总收入的60%到70%来自美国市场。然而，无论是短剧出海还是海外视频二创，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工具 AI 翻译。今天的视频我将为大家介绍短剧出海的制作步骤，一款 AI 翻译工具以及 AI 翻译的各项应用场景。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吧。第一步，我们需要下载短剧视频。首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叫做 Real Boost， 这是一个海外短剧分销平台，整合了 Flex TV 等其他短剧 App 的授权资源，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侵权问题。下载应用后，只需要下载视频素材，二创作品发布到 TikTok 或 YouTube 就可以出单分佣。成功出单后最高可以获得50%的分佣。根据调查显示呢，欧美女性比较喜欢的主题是狼人、霸总、豪门、吸血鬼，所以我们在前期挑选短剧的时候，也可以更加投其所好。比如我选择这个短剧，点击这里网盘链接，直接打开，就会跳转到它的百度网盘视频资源，下载就好。然后我们就需要进行视频翻译了。这次我为大家介绍的工具是 Filmora， 这是它的官网。具体的下载链接呢，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在这里点击免费开始，它就会自动进入到下载的步骤，按我们常见软件的下载步骤走就好。下载完成后呢，打开 Filmora，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进入页面。它里面有非常多好用的 AI 工具，比如 AI 文字转影片、AI 文字型编辑等等，都非常有意思。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逐个探索一下。比如我之前的这期视频就有为大家详细介绍过如何用 AI 文字型编辑制作励志型短片。那我们这次要用到的呢，是它的 AI 视频翻译功能。现阶段它支持2种视频翻译的方式，一种是翻译视频的语音加文字，另一种是仅翻译视频文字。首先我们来试试仅翻译视频文字。新建一个专案，然后把刚才我们下载的视频拖进去，右击这个视频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视频编辑的功能。找到这个 AI 翻译，或者在中间这里的工具栏里也可以找到这个图标，也是 AI 翻译。这里需要对功能做一些配置。首先这里的 AI 类型选择仅翻译文字，然后来源语言选择视频的原语言，以及你需要翻译的目标语言。点击翻译即可，稍等片刻就翻译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原视频的音频呢依然被保留着，但是被翻译好的文字已经在视频轴上方了。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原视频的字幕还在上面，不是那么好看。那么我们可以用2种方式来解决，一种是直接在效果这里搜索 Mosaic， 找到它，拖入到视频轴中，拉满整个视频轴，然后拖动它，调整大小，覆盖原来的视频。在右边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它的样式、模糊量和不透明度。除此以外，你还可以直接通过字幕样式进行调整。双击字幕轴，进入调整框，点击自定，滑到最下面，选择背景，这样就可以为字幕添加一个纯色背景，用于遮住原字幕了。不要忘记点击全部应用哦。我给大家呢看几个效果视频。你胡说什么？没有的事儿。心虚了，刘洋。开发商神气的样子，其实家里就是个老富。我认为这个方式非常适合制作短剧出海的视频，因为不需要自己进行翻译，相对过去需要人工字幕组，这个效率一下子是高很多。接下来我们再试试翻译语音加文字的功能，同样右击视频轴，调出 AI 翻译功能框。这次我们的翻译类型选语音和文字，下方同样选择原视频语言和目标视频语言，稍等片刻就生成好了。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仅翻译文字不同，一下子出现了3条轨道。首先第一条是字幕轨，也就是我们翻译的目标字幕，这个呢和之前是一样的。然后是我们的视频轨，但是仔细看你会发现这条视频被静音了，因为需要去除掉原视频的声音。第3条就是音频轨，也就是我们用 AI 翻译生成的视频配音。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Nothing.
Guilty, Lanya。视频已经被完美的翻译好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原视频的人声被去除掉了，但是背景音乐是依然保留着的。所以新翻译的视频除了语言不同以外，其他都和原视频保持一致了。我也同样多试几个不同的语种给大家听听看。あなたは何もないことを言って。谢谢亚伦君。Ты говоришь чепуха, что нет? Винный Ален。需要和大家说明的是 Filmora 这个 AI 翻译功能是需要消耗它的 AI 积分的。每一位注册 Filmora 的新用户都可以获得100个免费积分。那具体 AI 翻译使用的积分数量是根据你上传的视频时长以及翻译的字符数来决定的。除此以外呢，我也把这个功能现阶段支持翻译的语言为大家列了出来，其中仅翻译文本功能，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都支持23种语言，而翻译声音和文本功能输出的语言是14种，但基本上已经涵盖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语言了。那实际上 AI 翻译除了我们开头介绍的短剧出海项目，还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如果你是短视频内容创作者，不妨试试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投到 YouTube、Twitter 等平台上，说不定能吸引更多的海外粉丝。同样的方式，也有很多人将 YouTube 上的视频通过 AI 翻译后搬运到 B 站等中文平台，利用平台间的用户群体差异，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呢？那对企业来说 ，AI 翻译也有很高的价值。比如对市场部而言，利用 AI 可以轻松的把营销视频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让产品被全世界范围的客户都能够熟悉了解。或者对全球性的大企业来说，将企业内训视频翻译成不同国家的版本，可以有效降低成本，适应不同地区员工的培训需求。而 AI 翻译对教育行业更是如此，每个国家的优质知识资源都可以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如同人类用 AI 为自己重建一座巴别塔，让不同语言之间能够再次实现无障碍沟通交流。好了，整体听下来，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领域和赛道？快试试看用 AI 翻译把你的视频做成各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吧。但是大家，尤其是翻译人员，看完是不是感到有一点恐慌？我未来是不是要被 AI 取代了？但我认为未来取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工具的人。用好 AI 工具可能不一定是被取代，而是可以帮你降本增效。除了 AI 翻译，我在我的 AI 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还分享了更多的思路，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链接查看课程哦。我是木子，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